台北時間7月8號凌晨4点，美東時间7月7號下午4點，世界杯16强，溫哥華的 BC Place 球場，瑞士對哥倫比亞。這屆世界杯有支队一直悶声往前走，幾乎沒上過什麼頭條。可你回頭一數，他已經4場不敗了。小組賽他抽到的是一個有 C 羅、葡萄牙的組，多少人赛前覺得他得給葡萄牙讓路，結果呢，他一場0-0把葡萄牙死死摁住，硬是力压对手，拿了小組头名，把葡萄牙擠到了第2。淘汰赛头一场1-0拿下加纳，走到这兒，门口的3场比賽他一個球都沒丟。這支悶聲幹大事的隊就是哥倫比亞，一支南美球隊能這麼不聲不響的把自己的門守死，把一個又一個對手熬倒，本身就不太尋常。南美足球給人的印象向來是華麗有餘，穩健不足。可這支哥倫比亞偏偏是反着来。先別急着站隊，因為擋在他面前的瑞士同樣是塊難啃的硬骨頭，除了首場悶平卡塔爾，一路再沒輸過。上一场2-0乾淨利落的送走了阿爾及利亚。兩支隊都是那種防守嚴密、輕易不給你機會的類型。也正因為這樣，盤口把這一場開成了本輪16強裡最焦灼的一場。哥倫比亞稍稍佔先，可那點優勢小到幾乎可以忽略。好些機構乾脆開成了5-5開，就連數據模型給哥倫比亞的贏面也就52%，一半多那麼一丁點兒。所以今晚這場球是哥倫比亞這股勢头接着往下衝，還是瑞士這堵悶不作聲的牆把南美這匹黑馬穩穩攔在8強門外？你要是覺得哥倫比亞有迪亞斯有 J 羅就該穩贏，瑞士沒大牌不足為懼，或者反過來覺得瑞士經驗老的必定過關，那這條視頻你都得聽完，因為今晚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：哥倫比亞這股悶聲攒起來的勁兒到底能走到哪一站？先說瑞士這支隊，得先把話說在前頭，真不好惹。他們是世界杯的常客，最近這些年幾乎届届都能從小組賽裡踢出來，闖進淘汰賽，靠的不是哪個超級巨星，而是一套嚴絲合縫的整體。這支队的家底其實不薄，中衛阿坎吉是曼城的主力，跟着瓜迪奧拉拿過冠軍，队長扎卡在英超摸爬滾打了10来年，是那種能把整條中場串起來的老将。门将科贝尔也是德甲多特蒙德的主力。這些名字單拎出来可能不如迪亞斯響亮，可擺在一塊兒就是一台運轉精密的機器。更別說瑞士這些年在世界杯上幾乎成了小組賽出線專業戶，一屆接一屆穩定闖進淘汰賽，靠的從來不是華麗，而是那種我不一定比你強，但我很難被你打敗的韌劲。他們很清楚自己是誰，不跟你比誰傳得漂亮，就比誰犯的錯少，誰在關鍵時刻更冷靜。你想在16強這一輪就把這樣一支隊幹掉，從來都不是件輕鬆的事兒。他們上一場是怎麼贏阿爾及利亞的，特別能說明問題。那場球瑞士的控球其實還落了下風，傳球數也沒對手多，可他們壓根兒不在乎，主動把球權讓給你，自己收緊中路，就等着打反擊的效率。第10分鐘抓住一次邊路機會進了，下半场剛開場沒幾秒又抓住對手還沒站穩補了一刀，2-0贏得乾淨，贏得冷血。這種控球隨你控，進球我來抓的踢法，最善於終結那些看着風風光光實際卻打不穿他的對手。哥倫比亞要是有一點大意，很容易就栽在這種悶葫蘆手裡。當然瑞士也不是沒有軟肋，他們的進攻更多是靠恩博洛、瓦爾加斯還有那個冒頭的新星曼贊比幾個點各自的靈光一現。真遇上哥倫比亞這條3场零封，這屆數1數2穩的防線，他們那點火力能不能鑿得開是個不小的問號。而且平心而論，論鋒線上那種一個人就能改變比賽的爆點，瑞士比哥倫比亞還是差着那麼一檔。換句話說，瑞士今晚能不能過關，很大程度上得看恩博洛那幾個进攻點靈不靈。靈，他們就能像打阿爾及利亞那樣一剑封喉；不灵，就容易被拖成一場誰也打不開的僵局。再說哥倫比亞這支队，感人相信他能走得更遠，底氣是实打實的。头一個哥倫比亞手裡的牌更锋利，锋線上站着迪亞斯，利物浦的當家邊鋒，如今世界上最好的邊路球員之一，速度快，能內切，能一個人從中场把球帶到禁区，是這支队最尖的那把刀。他身後還站着一個名字 J 羅，哥倫比亞的队長和大腦。12年前的87世界杯就是這個 J 羅，一屆打進6個球，拿下了世界杯金靴，一腳對烏拉圭的胸部停球接凌空抽射，
到今天都還是世界杯的經典畫面。如今他岁數大了，可那一腳能撕開防線的傳球還在。這種級別的個人能力是瑞士整條陣容裡都找不出來的。真要1對1比拼球星的成色，哥倫比亞這邊是占便宜的。迪亞斯這種級別的邊鋒，一場比賽裡只要抓住1-2個瞬間就足夠定生死。這也是為什麼哪怕两隊防守都硬，不少人依然更看好哥倫比亞，因為撕破僵局往往就靠這麼一個人的靈光。第二個，哥倫比亞的成色是真刀真槍打出來的，不是抽签抽出來的。前面說了，小組賽他們跟葡萄牙同組，最後是哥倫比亞力壓 C 羅的葡萄牙拿了小組第1。你想想，能在一个有葡萄牙的組裡當頭名，還全程不敗，這本身就說明這支隊根本不處所謂的強隊。再看防守，4場比賽3場0封，是這屆世界杯防線最穩的球隊之一，守得住是能走遠路的第一張底牌。尤其得提預計那場0-0逼平葡萄牙，面對 C 羅領銜的攻擊線，哥倫比亞從頭到尾沒讓對方占到什麼大便宜，硬生生把一場賽前強弱分明的球踢成了均勢。一支能把葡萄牙的進攻按住的防線，成色到底怎麼樣？你心裡應該有數。第三個就是那股說不清但看得見的勢頭。這支哥倫比亞從頭到尾沒怎麼搶過鏡頭，可他就是一場接一場的贏，一場接一場的把自己的球門守得乾乾淨淨，悄沒聲的就走到了16強。黑馬最可怕的地方，恰恰就是這種沒人特別盯着你，你自己卻越走越順，越走越有底氣。第四個得說句實在的，哥倫比亞這一場也帶着傷病的隱憂。鋒線上的科爾多巴上一場打加納，開場沒多久就傷了腿筋，已經確定了整屆世界杯都報銷了。隊長這羅那邊又傳出鬧病的消息，這場能不能首發都還是個問號。真要上不了，頂替他的很可能是另一位老將金特羅，一下少了2個進攻端的人。哥倫比亞的鋒線組合得臨時重新捏一捏。可換個角度想，哥倫比亞上一次闖進世界杯8強，還得追溯到2014年 J 羅封神那一屆，12年都沒再摸到過。這波人能走到今天，往前邁的每一步都是歷史，反倒沒什麼可輸的，能放得開手腳。說的兩隊的老賬，得把日曆翻回1994年的美國世界杯，那是這兩家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碰面。小組賽哥倫比亞2-0贏了瑞士，可足球有時候就是這麼捉弄人。贏了球的哥倫比亞那屆小組墊底，早早打道回府，反倒是輸了那一場的瑞士笑到了小組出線。那一屆世界杯對哥倫比亞是一段很不願意回頭看的往事，賽前被無數人看好，最後卻折戟沉沙。30多年過去，物是人非，兩支隊又一次在世界杯的門口狹路相逢。對哥倫比亞來說，1994那道疤是幾代球迷心裡沒散過的一根刺。這一次他們想走的是一條和當年完全不一樣的路。這兒正好辦成老規矩，訂閱先點上，接着說今晚真正的勝負手。先看哥倫比亞能咬人的地方，他們的活說複雜也不複雜，核心就是想盡辦法把球交到迪亞斯的腳下，讓他去1對1衝擊瑞士的邊路。J 羅要是能頂着病上場，他在中場的一腳穿透性的直塞，會是瑞士整條防線最頭疼的東西。哥倫比亞這屆的進球好多都來自這種個人能力的一閃，而不是複雜的戰術套路。而瑞士的隱患也恰恰在這兒，面對能突能傳能自己解決問題的個人爆點，他們那套講紀律的整體防守得從頭到尾時刻繃着，一旦哪個環節鬆一下，被迪亞斯抓住一次1對1，就可能被打穿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公道話也得講，瑞士這種大賽老手最不怕的恰恰就是這種硬仗悶仗。他們的經驗，他们那股子誰上場都不掉鏈子的整體性，正是哥倫比亞這支陣容裡相對缺的東西。南美球隊的技術和靈光誰都不否認，可真到了1分1秒都要摳的淘汰賽，穩定往往比靈光更值錢。而哥倫比亞眼下最現實的問題是少了科爾多巴，J 羅又存疑，進攻組合得臨時拼湊，火力多少打了折扣。真要踢成一場誰都撕不開誰，一路拖進點球的悶仗，瑞士那份沉穩未必不占上風。再往細裡說，這種兩支硬隊之間的對話，往往就贏在幾個不起眼的地方。誰的定位球更致命？誰的門將今晚更穩？誰在體能拉到紅線的最後20分鐘還能保持專注不放鬆？一邊的矛正對着另一邊最薄的盾，兩邊都是。兩支防守都這麼硬的隊撞在一塊兒，進球未必多。可門呢，全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細節裡。那盤口到底怎麼說？
這一場是整個16強輪裡盘口開得最接近的一场，没有之一。哥倫比亞稍稍占先，赢面50%出頭，瑞士2%多，剩下的留給平局拖加时。翻譯成人話，基本就是俩人掰手腕，誰贏都不會讓人覺得意外。就連冷冰冰的數據模型給哥倫比亞的贏面也就52%，比一半多出那麼一丁點兒。這在淘汰賽裡幾乎就等於開盤的人自己都拿不準。而這屆世界杯反反复复在教所有人一件事儿：越是被看好的那一方，越容易在阴溝裡翻船。排名世界第9的比利时，上一场就差點被塞内加尔淘汰。4届冠軍德國被巴拉圭一路拖进点球，直接踢回了老家。哥倫比亞就算被盘口高看那麼一丁點兒，碰上瑞士這種闷声幹活、專治各種不服的效率队，也別想占到什麼便宜。盤口能算個大概，算不了今晚這一场。這也正是几億人今晚願意守着屏幕的原因。先把規矩說死，淘汰赛单场定生死，90分鐘打平就踢加时，加时再平就點球，一輪定氣流，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。哥倫比亞要接着往下走，路子其實挺清楚。第一步，先穩住防線，別丟球，把3場零封的看家本事延續下去。第二步，靠迪亞斯的個人能力去撕開瑞士的邊路，抓住1-2次機會，先投進一個。一旦領了先，就用他們這套已經證明過很穩的防守，把瑞士拖住、耗死。他們最怕的是被瑞士那種冷不丁的效率反打一波，或者被拖成一场闷仗，一路拖到點球。畢竟這場少了2個進攻端的人。真到了拼消耗、拼板凳的時候，火力打折是硬伤。這也是為什麼對哥倫比亞來說，越早進球越有利。比賽拖得越久，越往加時走，少了2個主力的那點劣勢就會被放得越大。反過來，瑞士的劇本幾乎是現成的，把迪亞斯這個最危險的點從開場就死死看住，別給哥倫比亞的個人能力留發揮的空間，然後耐着性子跟你磨。等一次機會，用恩博洛、曼赞比這幾個點複刻上一场打阿爾及利亞那套控球我讓給你，效率我自己抓的劇本，偷進一個，再靠整體把這一個球守到中場哨響。2個劇本，一個賭的是個人爆點，一個賭的是整體效率，就看今晚哪一個先寫成真的。最後說说這場球的分量，哥倫比亞要是贏了，那就是自2014年 J 羅封神那一屆之後頭一回重新殺回世界杯8強。這波迪亞斯這羅領銜的球員，真就有可能像很多人心裡盼的那樣，一路走得更遠，走出一段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。瑞士要是贏了，那就是這支一向低調的整體足球又一次向全世界證明，在殘酷的淘汰賽裡，紀律和效率有時候真的比大牌和靈光更管用。而他們也將追平队史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績。至於開頭那個問題，哥倫比亞這股悶聲攢起來的勢頭，到底能走到哪一站？今晚溫哥華這道瑞士的關口，就是他遇到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考。過了這一關，等在後面的很可能是更硬的對手。可要是過不去，這段悶聲攒了1個多月的黑馬故事，也就到此為止了。淘汰賽就是這麼現實，從不留情面。台北時間7月8號凌晨4點，美東時間7月7號下午4點，溫哥華見分曉。你覺得今晚誰能笑到最後？看好哥倫比亞接着往前衝的，評論區扣個1。覺得瑞士這堵牆能攔下這匹黑馬的，扣個2。順手把你猜的比分打到評論區，明早復盤咱們回來對答案。賬都擺在這兒了，怎麼算你自己定。覺得老馬撈的還重，訂閱點一個。這場球的復盤明早第一時間到賬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